来。这地道好深啊，都看不到头。咱们慢慢往前走吧，先体验一下，等会儿再开灯吧。其实布达拉宫的工作人员啊，也很少来这里。我反正是不敢一个人来。这些狭小而悠长的通道，位于布达拉宫红宫的地下。它们很长时间鲜为人知，直到1992年，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个封死的窗户和门。打开后，竟然找到了这些从没见过的空间。走在其中，仿佛随时会掉进历史的缝隙。这里流传着不少神秘的传说。布达拉宫这座宏伟的建筑群，能稳稳立在红山顶上300多年，奥秘就隐藏在这里。这里看起来挺开阔的呀。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迪昂峡广场上看到的那个出入口吗？就是通向这样的空间。哦，出入口啊。我们先走到这里吧，再走下去可能会踩空，掉进无底深渊的。这就是红宫的地笼吗？传说布达拉宫的地下能通往极乐净土香巴拉，说的就是这里吧？是的，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也叫香格里拉，意思就是极乐世界。虽然是一个时髦的说法，但这个传说啊，其实是有来历的。它的来源就是藏传佛教的《十轮经》。今天走在红宫的地笼里，我都快相信真有这样的神秘世界了。我手里的这个图是布达拉宫第一次大修时测绘出来的布达拉宫剖面图。你看，图上的这个地方就是地笼，就是咱们身边的这些墙。300多年了，他们一直稳稳地支撑着布达拉宫。简单的讲，这就是地基结构吧？是的。西藏地区有很多建筑，尤其是建在山顶、靠崖或者靠坡位置的宫堡啊，这些建筑的地基一般都是用地笼的方式来建的，就是根据山顶地形垂直于等高线，使用石块砌成一道道石墙，上面搭上木料，铺上碎石的阿岗，再在上面盖房屋。地下这些石墙之间啊，形成一条条暗道竖井，就是地笼。通过虚拟3维技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地笼的结构与作用。这些像竖井一样的支撑层，组成了一套复杂的支撑系统。它的深浅和分布，完全根据布达拉宫所在山坡的地形和建筑需要来设计。地笼结构增加了建筑的底层面积，使得建筑物的承重更加均匀，从而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性。布达拉宫的地笼最多达8层，最深超过30米，这使得宫堡外墙看起来比实际建筑层数更高。这正是西藏山地建筑的典型特色。
好了，我们要不然还是把灯打开吧。啊，终于亮堂了。红宫看起来好像有10几层的高度，但地上楼层只有5层。哦，其余的都是地笼。为什么我们不把山体填实？非要用这个空的地笼来撑着整个建筑呢？因为这样做既节省史料，又能减少外墙的压力，而且地笼的空气流通，还能帮助建筑通风。布达拉宫的地笼啊，就像迷宫一样，特别的隐蔽。所以后来有的被当成仓库呀，有的还做了暗道，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用来疏散。当然，也因此诞生了许多神秘的传说。哦，看来那些想到布达拉宫来找香巴拉和地下文明的人，可能要失望了。长期以来，布达拉宫地下究竟有多少条地笼，一直没人说得清。因为有些地笼建完之后就被封闭起来，今后说不定还会有新发现。红宫工程从1691年藏历正月1日动工，到1693年藏历4月20日完工，耗时2年零4个月，红宫完成了整体工程。当时施工用的图纸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平面图纸详细记录了红宫的整体设计、建筑细节的把控，连施工材料的选用都做了明确标注。这种严谨程度也展示了传统藏族宗宝建筑的最高水平。和白宫一样，红宫也因为外墙的颜色而得名。在藏传佛教里，红色代表着高于一切的权力。布达拉宫的墙看起来都是斜的，远远看去仿佛和山岗融为一体。这是宗宝建筑的特色吧？也是出于承重的考量。没错，为了保证其稳固性啊，布达拉宫大部分外墙都是花岗岩砌的，而且墙体特别的厚，底层有的地方厚达8米，越往上墙就越薄，有个明显的收分。收分就是说，随着墙体升高，厚度逐渐变窄，但墙的内壁不变。这样建啊，不仅能减轻墙的重量，满足建筑的最大化需求，还能在外观上啊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也叫南瞻部洲唯一庄严灵塔目录，由当年工程总指挥蒂斯桑杰嘉措编撰。红宫的修建过程就记录在这本书里。蒂斯桑杰嘉措还命人在红宫内绘制了巨幅壁画。到今天，这些都成为了第一手资料。中原的传统建筑大多采用榫卯结构，这种结构有一个特点，叫
墙倒屋不塌，就是靠斗拱把重量均匀分散到房梁和柱子上。而布达拉宫与众不同，它用的是藏族传统的石土木构造，墙和柱子一起承重，同时借鉴了汉族的梁架、斗拱等结构。这样的建筑既有高原石堡的坚固，又有中原木屋的韧性。17世纪末，为了扩建布达拉宫的红宫，西藏地区最出色的工匠都汇集在了这里。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记载，为了建造红宫，第四桑杰嘉措召集了500名石匠、256名木匠、260名画工，还有金匠、铜匠、铁匠、铸工、簪花工、镶嵌工等技工和民夫，一共有7000多人。除了当地的藏族工匠，还有汉族、满族、蒙古族以及尼泊尔的工匠前来帮忙。一批批精通工艺、拥有出色统筹协调能力的人员参与其中。这不仅确保了红宫建造工程的顺利进行，也为各地手工艺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技能、交流切磋的宝贵机会。布达拉宫能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瑰宝，离不开这些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他们的形象被永久地留在了布达拉宫红宫西大殿2层回廊的墙壁上。通过698组连环画式的壁画，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当年的场景。壁画中，木工头领降央旺布正带领数百名木工加工木构件。在布达拉宫前，铁匠头领西兹扎西带领着来自藏、汉、尼泊尔的铜铁匠、铸造匠开设作坊，锻造铜铁器件。数百名民工从拉萨北面朵底沟、帕邦喀等地开采石料和红土，再通过牛皮船经拉萨河运到布达拉宫。民工们背着石头，艰难地爬山。虽然辛苦，但他们的脸上却带着坚毅和满足的神情。画师们手捧颜料，虔诚地绘制着密宗院的壁画。而在月亮运行到牛秀的那天，工匠们也开始筹备灵塔的建造工程。这个回廊被誉为布达拉宫的实际画廊，由698组连环画式的壁画，描绘了布达拉宫初建至红宫落成典礼的全过程，也记录下了许多历史瞬间。非常遗憾，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我们无法全面记录并展示这些壁画的全貌了。但您说的那几个关键历史场景，我们还是可以一睹为快的。是的。眼前这幅画呢，就是布达拉宫红宫的修葺图。看，这里画了一只小动物，
可能是从墙头跑过的时候碰掉了石块，结果一名石匠被砸倒了。还有这边，也有石块掉下来了。是的。不知道当时这些工匠怎么样了？唉，很不幸，被砸死了。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还详细记载了另一场事故：通高3层的新修房屋突然倒塌，9人葬身。当时工地上的工匠和民夫每天都有7000多人。我们今天知道的意外，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的。看来这些都是真实的记录。洪宫的建造不仅汇聚了众多工匠的智慧，也凝结了很多人的血汗。所幸，他们没有被人遗忘。是的。1693年，布达拉宫洪宫建成时，整个拉萨城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工匠们根据各自的贡献得到了相应的奖励。庆典上，僧侣和百众穿着盛装，人们跳起了牦牛舞和狮子舞。虽然经过上千年的岁月，许多古老的舞蹈都已经失传了，但仍有一部分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僧杖队引领下，僧人们绕着布达拉宫进行转经等祈福活动。人们还举行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比如游泳、赛马、射箭、摔跤和掷石等。这些都生动地定格在了洪宫回廊的壁画中。你知道吗？在洪宫的工匠队伍里，有100多人是康熙皇帝专门派过来的。那时候太和殿的重建工作也在筹备中，正需要用人，可见康熙皇帝对洪宫建造的重视。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快10年。欺君之罪非同小可为什么要一直保密？五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使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DC 3G 雅措面临一个严峻的局面，甚至有失去一切权势的可能。所以为了赶走和硕特部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实权， DC 3G 雅措决定封锁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既不对外公开，也不上报给清朝中央政府，以继续借用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扩建洪宫这么浩大的工程，怎么隐瞒得住呢？他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已入定闭关修行，概不见客，还仿达赖喇嘛的笔记，亲手撰写达赖喇嘛的手谕、信札。为了避免消息泄露，原本该记录五世达赖喇嘛后半生的传记壁画也被换成了他自己的传记。纪念碑呢，也只能立个无字碑了。尽管第四桑杰嘉措满心都是对权力的渴望，但他对五世达赖喇嘛灵塔的安置工作却丝毫没有懈怠。洪宫的建成勾勒出布达拉宫沿用至今的基本格局，也为世俗的权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洪宫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宫殿，它与白宫之间有很多通道相连。
从白宫顶层的西南角就可以直接通往红宫。刚才我们去了几个非开放的区域，现在重新回到游客的参观路线，然后开始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参观红宫。红宫之旅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弥勒佛殿。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目录的记载，红宫建成后，顶层的建筑空间主要用于后世继承者的居住和生活。位于红宫顶层东侧的弥勒佛殿，就曾经是八世达赖喇嘛姜白嘉措的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当时的清朝驻藏大臣保泰建议他移居青海西宁，同时将妻室班禅额尔德尼迁往四川泰宁。然而，八世达赖喇嘛表现得很冷静，他坚信库尔喀军不可能到达拉萨，并坚定地表示永远不离开布达拉宫。得知库尔喀军再次入侵西藏，乾隆皇帝大为震怒，立即派福康安率军入藏。清军很快收复失地，并直逼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最终，库尔喀国王被迫投降，表示愿意臣服清朝，每5年朝贡一次。库尔喀之战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战，也是清朝中后期对外战争中难得的高光时刻。1801年，晚年的八世达赖喇嘛主持修造了一尊铜鎏金弥勒像，并供奉在寝宫。后来这里改名为弥勒佛殿。弥勒，藏语称为强巴，是释迦牟尼佛的8大随佛弟子之一。佛教认为弥勒将继承释迦牟尼的佛位，所以他也被称为未来佛。弥勒佛总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激励人们修行佛法。或许八世达赖喇嘛也希望通过供奉弥勒，寻求内心的平静和解脱。弥勒佛的信仰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非常的广泛，藏传佛教也特别重视，无论是哪个教派，凡是较大的寺庙都单独供奉弥勒佛像。它是慈悲和智慧的化身。弥勒佛殿的这尊有3.6米高，是布达拉宫最大的造像。这个和我平时所见的弥勒佛形象差距真的很大。在内地的寺院里，弥勒佛都是大腹便便、大耳朵，笑得合不拢嘴的那种，很有喜感。是的。怎么在这儿画风就完全变了呢？
你说的那是弥勒的化身像，就是五代时中原开始流行的布袋和尚的形象。弥勒的形象还有2种，一个是没成佛时的菩萨像，另一个是成佛后的佛陀像，就是殿里的这尊。他双盘坐在莲台宝座上，头戴纯金五佛冠，双手结说法印。我对这个手印很好奇，是不是不同身份的佛像有不同的手印？没错，通过手印啊，还有他手里拿的东西，都能帮助我们判断，知道佛像的身份。这个单手的说法印好记。手印最初起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修行和造像艺术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常见的为释迦5印，分别是说法印、无畏印、语愿印、降魔印和禅定印。说法印是用拇指和食指或中指相连，其余手指自然舒展，象征佛陀讲经说法，以佛法破除烦恼，净化身心。库尔喀之战为边境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但布达拉宫内的佛堂并没有因此归于平静。弥勒佛殿最早由2间寝宫组成，后来因为建筑承重问题，中间的隔墙被拆除，形成了现在这个有8根柱子的殿堂。所以，为了满足历代达赖喇嘛的日常生活和起居需求，布达拉宫里各殿堂的功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与弥勒佛殿相邻的坛城殿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坛城殿位于红宫顶层的东南角，原本也是达赖喇嘛的寝宫之一。1749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晚年时，在这里供奉了3座他亲自设计的藏传佛教密宗坛城，并将这里改名为坛城殿。坛为铜鎏金，城为纯金打造，外部镶嵌各种天然宝石，显得富丽堂皇、精致高雅。乾隆皇帝还特意制作了12座精致牌坊，分别安装在坛城的4道门上。这几座坛城体量不小，都快把大殿塞满了。它们似乎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坛城到底代表着什么？坛城也叫曼陀罗，藏语叫金库罗，源于印度佛教密宗，它有平面也有立体的。这3座立体坛城啊，分别为胜乐金刚坛城、密集金刚坛城、大威德金刚坛城。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是格鲁派尊崇的5大本尊中的3尊。所以坛城其实表现的就是密宗本尊的道场。是的，不同的坛城代表不同的佛陀世界，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没错。
由于修法的内容不同，坛城的样式和里面摆的东西也不一样，特别复杂。为了方便人们修行后人就根据修法内容做了相应的坛城，放在佛堂，供人观想。简单来说每一座坛城都是帮助禅定修习的工具。也就是说，方便提高专注力。是的，有了这些坛城后，七世达赖喇嘛就经常到这儿来修行了吧？没错。从结构上讲坛城的中心是一个密宗本尊的宫殿，里面有本尊和他的眷属，殿门朝4个方向开放。你看，东侧的圣乐坛城和西侧的大威德坛城，坛面外沿有山石、树木、火焰、野兽，还有死尸，代表着108墓地。意思是密宗修行时的最大敌人是邪恶。3座大型坛城的供奉，彻底改变了原本的空间布局。出于念经修法的需要，曾经的寝宫变成了佛堂。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对空间的重新利用，也是对信仰的一种深刻表达。而对于来自紫禁城皇帝的珍贵礼物，七世达赖喇嘛更是心怀敬畏，特意把它安放在一个和他尊贵地位相称的地方。1720年秋天，13岁的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了坐床典礼，正式继任前世达赖喇嘛法统。除了金印、金册等正式册封物品，他还收到一块金字长生鹿位，上面用藏、汉、满、蒙4种文字书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这是67岁的康熙皇帝派专使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此后，他就一直被供奉在三界殿内的正中位置。三界殿是洪宫最高的殿堂，是洪宫主楼正中大窗的制高点，原来也是达赖喇嘛寝宫之一。西侧设有七世达赖喇嘛的宝座。佛教里的三界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3个不同时空纬度的世界。考考你，排位后面那副唐卡，猜猜上面画的是谁？乾隆皇帝吧？虽然穿着僧衣，他的样子跟清宫绘画里的形象差不多。难不倒你啊，的确是乾隆皇帝。这幅唐卡也是从千里之外的紫禁城送过来的。1762年，八世达赖喇嘛奖别嘉措举行坐床典礼的时候，乾隆皇帝派专使送来了这份礼物。在清朝几位皇帝当中，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最为深厚。他不仅拜张家若毕多吉活佛为师，学习佛法，还在紫禁城里建了雨花阁，供奉坛城和密宗神像，作为自己修习密法的专用场所。被送到西藏的乾隆像，穿戴喇嘛的僧衣僧帽，盘腿坐在莲花座上，左手捧着法轮，右手结说法印，双肩的莲花上有智慧剑和
和经书，这些是文殊菩萨的典型标志。乾隆皇帝被称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类造像常被用来赞颂帝王，如佛陀在世，护佑人间。后来，为了更好地供奉皇帝的画像，巴士达赖喇嘛也对三界殿进行了精心改造。他派人制作了全新的雕龙佛龛，并在屋顶巧妙地开了一个天窗。当阳光透过天窗洒落下来，三界殿内便弥漫着一种佛光普照的神圣氛围，令人肃然起敬。每逢藏历新年初一和皇帝寿辰历代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地方的主要僧俗官员到这里朝拜，3拜9叩，行君臣之礼。他们拜的是皇帝的牌位和画像？是的。感觉紫禁城的皇权进驻到了这里，三界殿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讲授经文等活动也会在这里进行。当然，最著名的也是最重要的仪式，是进行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也就是精品撤签。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首领等传承继位的独特方式。转世者通常被称为活佛。这一制度起始于1288年，当时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西圆寂后，根据佛教灵魂不灭和化身再现的理念，他的弟子们按照他的遗愿找到了一位转世灵童，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例。此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纷纷效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师徒传承方式，建立起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自16世纪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成为藏传佛教活佛系统最多的教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格鲁派最早也是最著名的2大活佛系统。然而，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推行，一些宗教这种弊端还曾引发战争，严重威胁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库尔喀之战就是兄弟活佛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引发的战争。战争平定后，为了杜绝在大活佛转世中家族垄断的弊端，1793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中，通过法律建立了金瓶撤迁制度，明确了中央政府在灵童转世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权。金瓶撤迁制度一颁布就得到了西藏政教首领的衷心拥护。巴士达赖喇嘛还专门向全藏颁发文告表示支持。我感觉抽签、抓阄这样的办法没法暗箱操作，还是比较公平和透明的。对，
乾隆也说了，这种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除去这中间的弊端，但比以前仅靠一个人授意决定要更公平一些。为了规范这个庄重的宗教仪式，乾隆皇帝亲自设计了2只撤签金瓶，一只专门用于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地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放在拉萨大昭寺；另一只用于确认蒙古各部以及甘肃、青海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放在北京雍和宫。亲自设计、亲自监工，从样式、花纹到装饰选材，乾隆皇帝项项详细指示。金瓶原设计是要镶嵌红、黄、蓝、绿宝石的，后来改成了藏族人民喜欢的绿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装饰。这足以看出乾隆皇帝的细致和周到。刚才说了，有那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2个金瓶够用吗？当时藏传佛教活佛被划分为2种等级，大活佛和其他活佛。大活佛需要在理藩院，就是清朝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建达，并向中央政府报告。他们的转世采用金瓶撤签制度。其他活佛就由地方政府管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793年到1910年，西藏拉萨通过金瓶撤签，共认定76位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这些转世灵童涉及格鲁派、宁玛派和噶玛格举派等几个主要支派。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通过《十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我们似乎还能走进那个神圣的时刻。1822年藏历正月15日，布达拉宫三界殿举行了历史上第1次金瓶撤签，认定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那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班禅大师、西藏地方重要的僧俗官员和2位驻藏大臣相继来到三界殿，坐到清朝皇帝画像和牌位前。满文和藏文文书分别将3位幼童的名字写到3支签上。核对无误后，2名驻藏大臣1人负责封签，另1人负责抽签。最终抽出的签上写着礼堂出生的幼童名字。驻藏大臣高声宣布结果后，将名签交给班禅额尔德尼、摄政策莫林诺门汉和林海安班等在场的汉藏官员、喇嘛、贵族等人查看。随后将名签插入一个装满青稞的容器中。撤签结果一经宣布，立即上报皇帝请求批准，并请皇帝选定吉日，为转世灵童举行盛大的坐床典礼。第9、10、11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第7、8、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都是在这里通过金瓶撤签最后被认定的。我觉得金瓶撤签对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来说是双赢的事儿。没错，西藏地方幅员辽阔，
各地都有自己的势力。达赖喇嘛地位崇高，却也鞭长莫及。一旦实施精品撤迁维主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他的领导地位更能被凸显出来。从早期设立驻藏大臣，到摄政制度的演变，再到精品撤迁制度的实施，清朝对西藏的管理经历了从监管到共同治理，再到全面统领的转变。这一系列变革不仅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更安定了西藏的社会秩序，减少了各地方势力的争斗和混乱。布达拉宫的故事是雪域高原的泛英咏叹，它汇入中华民族的壮阔史诗，在宇宙永恒的律动里，静静地等待着时光尽头的回响。之下如影，素有鲜花随行，心灵步履不停，汇聚悲喜的一生。蓝天白云作定，日月星辰燃灯，生命自在流经，存放世间的坦诚。烛火点亮着星空，深情的红扎根于山的空，拨动心弦的呼唤，穿越时空。血雨的上空，再起在风中，生之为人的一生，悲喜由衷。永恒的梦，闪烁金鼎中，一代一代的信仰随经筒转动，虔诚的心走在血雨中，深情向往的地方，布达拉宫，心愿同行。